And America's next top model is... Nicole! I'm a dork and I'm America's next top model.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莎莉，今天要继续介绍《超级名模生死斗》第13季下集。看到这里，大家就应该猜得到第一位要介绍的人物是谁了吧？没错，就是我们人气爆高的参赛者 Nicole。Nicole 因为性格文静古怪，所以总是被排挤。上学时总一个人孤独的吃午餐。评审 Nigel 说他讲话没有起伏，像个木头人。See little kids' toys and stuff in the background. So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et is going to have these big blocks, kind of simulating kids' toys. All right. Are you awake? Yes. Really good.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All right, here you go. But that was hot. 这让我想到第15季的 Anne 也是不善交际。如果把两个安静的 Nicole 和 Anne 安排在宿舍同一间房间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可谁想到那个万年被孤立的女孩，现在却成了本季冠军呢？ Nicole 可说是从头强到尾，表现最差的一次也只有掉到第5名，是 ANTM 史上第3位没有包围的冠军，总成绩排名平均 2.4， 是 ANTM 史上第2位高的。选手们起初都不看好她，但当第一次比赛时，女生们就被她惊人的表现看呆了。这集比赛要求的是要重新演绎自己的童年照，但说实话 Nicole 未免也把它变得太高端时尚了吧。本季中要夸奖她的表现有太多了。第10集，女孩们需在海底闭气的同时摆姿势拍摄，当大家都需要第2次机会才能拍好时， Nicole 在第1次拍摄时就做出完美表现。Nicole， 不然你把第2次机会让给 Aaron 啦。而他之所以这么强，除了很会摆姿势以外，还非常会找光线。如果说光线是 Laura 的好朋友，那么对 Nicole 来说，光线是她最好的朋友了。就算在海底拍照，也能够找到完美角度，让阳光打在脸上。现在再看一次这张，都很难相信这是在海底憋气的照片，看起来就像是在水中跳舞一样，而表情也显得酷劲十足，非常有时尚感。而身高仅有170公分的她，在照片里却总像个高个子，尤其第4集的照片中，根本就像190公分，连评审都感到惊讶。她拍照时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即使相机还没开，她就已经开始摆出 model 的姿势。当别人都想挑厉害的武器时，她却选择长剑，因为她觉得这样她可以空出一只手，摆出更多的 pose。结果出来果然让人惊艳。还有第10集挑战赛，要在悬崖上跳水的同时拍摄性感照片。当大家都摆出正面照时，只有他想到侧面能勾勒出身体的曲线，最后胜出小挑战。当然会让我之所以这么喜欢他的原因，不是只有他的拍照实力，还有他很善良。在一次倾听 Bianca 心事时， Ashley 就在背后议论 Bianca 因为 Nicole 比较天真，所以想拉拢他。当 Nicole 走回房间时， Ashley 提醒他被利用了。通常我们听到别人在讲某人的坏话时，常常会用耳朵去认识某人，但 Nicole 不一样，他反而会觉得讲别人坏话的那个人才有问题。他说，尽管有些女孩坏得让人抓狂，但不要因此而丧失自我，要保持优雅。看到他展现出来的态度，不禁让我佩服。难怪第14季的选手会觉得他不做作，非常真实。而他最可爱的地方是，虽然动作笨拙，但总显得可爱。自己提议甩头发大赛，结果却很悲惨的落后大家。当 Laura 和 Aaron 要教天真的 Nicole 凶悍一点时， Nicole 却一句脏话都说不出口。此外，他这个人最大的特色是每次说话发音都非常准确，这让我想到第6季的冠军 Daniel， 因为有严重的乡音和口齿不清，常造成表
达困难。我想他可以拜尼克为师，我相信想要有正确美语发音的话，找尼克无误。最后很高兴尼克得了本季冠军，也很心疼他这一路走来都被选手们排挤。不过感谢那些对他不好的人，最终都遭到淘汰，真是命运最好的安排。赛后发展当然是和冠军奖品的 Wilhelmina Models 签约，还有 Seventeen Magazine 的拍摄，也参与了非常多杂志和时尚品牌拍摄。之后转往演员发展，可以看到他参与了许多电影演出。And this is about my life. It hasn't been easy. Believe me, I tried. They wouldn't leave me alone. 有别于在赛中害羞木讷的他，现在的他讲话非常有自信。原本就热衷艺术的他，自演艺圈退休后，现在就转往艺术发展。可以看到他的官网分享出来的作品都十分有水准， IG 上也时常分享他的艺术家生活，喜欢他的粉丝可以追踪他哟。下一个要介绍的是姐妹花 Ashley 和 Lulu， 为什么要把她们放在一起讲呢？因为 Ashley 就像学校常见的大姐头，而 Lulu 就是她的小跟班，只要是 Ashley 出现的画面，几乎都是看到她在谈论某人，而 Lulu 也总是喜欢拼命点头，附和大姐姐说的话。他们喜欢炮轰的对象主要是上集提到的 Bianca， 身为 Bianca 朋友的 Nico 当然替她感到不平，觉得他们两个都在背后议论 Bianca， 但却从未正面跟 Bianca 说过什么，这样背后放箭很不道德。同一集中，他们也批评 Britney 的台步和发型很难看。总之，他们就很像电影常见的自恋的一群娇娃团体，世界以他们为中心，总爱对其他人指指点点。但很讽刺的是，该集就在 Lulu 批评 Britney 拍照表现很差时，自己却被淘汰了，排名第11。离开前还留下纸条鼓励 Ashley， 真的是非常忠诚的小跟班呢。离开了还不忘要巴结老大。至于他的大姐姐呢，在第6集挑战赛中，要透过舞蹈去展现肢体情感。Ashley 被芬达和 Nicole 及 Aaron 一起的这个组合，我想应该会蛮厉害的。Ashley 本身是位舞蹈老师，加上 Aaron 之前也是啦啦队员，但最后评审却比较喜欢 Kara 和 Jennifer 那一组，这对于本身从事舞蹈工作的 Ashley 来说打击相当大，因此影响到她接下来的拍摄，当即被淘汰，排名第9。Ashley 赛后从事一些 model 拍摄后，现在成为一位歌手，并改名为 L'Oreal Howard。IG 很少更新，最近一篇已经是10个礼拜以前了。而她的小跟班 Lulu 赛后也是从事了一些 model 和 MV 拍摄后便退出，目前自己创业起木匠行业，可以在 IG 上看到她分享自己的工作。第3位要介绍的人物是本季亚军 Laura， 比赛前在自己家的农场工作，是家人里唯一有上大学的，不过最后因为要参与本节目的关系，缺席期末考，因而没能顺利完成学业。因为比较穷，所以身上穿的衣服常常是奶奶做的。拥有阅读障碍的她，在赛季中和Nicole都被选手们瞧不起。我想这些选手们没有想到人家2位最后可是唯2生存到决赛的呢。而她这个人，我觉得最可爱的地方是最后决赛要拍 Cover Girl 照片时，评审 Nigel 要他想象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一般人会想到的是男女朋友或是假日，或那些曾经感动过自己的事物才能激发出感情。但他很可爱的是想到奶昔，如果她的男朋友看到这集自己不如奶昔的话，应该会哭吧。拍照方面，透过他平常的言行举止和外观打扮，你看不出来他是个 model， 但拍照时瞬间就像脱胎换骨般。即使选了最难摆姿势的武器，但是人做得很好。而我最喜欢他第1集的照片，太电人了。虽然身材比较不苗条，但拍照时却很会找角度遮住自己的缺点。最后走秀时，他掀开面纱的那一幕，美到让我看得都呆住了。赛后被粉丝投票获选为特别喜爱的选手，所以得到了6个礼拜免费在纽约追求 model 梦的奖励。于第17季又回来参赛一次，表现也相当不错，在倒数第2集才被淘汰。之后的发展也是相当不错，除了和 Ford Models 签约之外，也参与了非常多杂志拍摄，还上了 MV 拍摄，也创立了给予阅读障碍者关怀的慈善基金会 The Beautiful Minds， 有属于自己的官网，官网上还可以看见他有放上在 ANTM 的照片。IG 上也时常分享自己的 model 生活，还有许多抖音拍摄。
最后一位要介绍的人物是 Aaron， 行为上比较幼稚，因此在比赛中惹了不少人。在第5集 Warmer 挑战赛中，需以最快的速度取走在不同货架上的服饰和化妆品后更衣和上妆，而 Aaron 为了赢不择手段，把其他选手用力往后拖，把比赛整个当成橄榄球在玩。最后拿照片的时候还把 Ashley 的照片撕了，事后被同车上的伙伴们群体攻击，当场崩溃大哭。第8集中，每位参赛者需自行编写广告台词，当大家都倍感压力绞尽脑汁时， Aaron 不到2分钟就写完，并且大喊我完成了。这新闻就好像小学生想早一点交卷，让自己看起来很厉害，制造别人的紧张一样。他长大后就会知道，上大学第一个交卷的人只会让大家觉得他不会写。不过就在他感到非常自信自己稳赢时，在拍摄现场却感到压力不断，一直哭，以至于造型师给他补了4次妆。最后广告成品还能看见他眼眶泛红的样子。大家都知道小孩通常都喜欢抱怨， Aaron 除了抱怨床单太硬外，在第9集赢下挑战赛后，当其他人都很羡慕他可以乘直升机环岛观光旅游时，他却抱怨奖励不是珠宝或奖金。哇，我这辈子都没有坐过直升机呢。但我不觉得他这个人坏，就只是还没长大的孩子而已，也看得出来评审们应该蛮喜欢 Aaron 的。还记得 Bianca 是 ANTM 史上第一个连续2周惨遭包围却生存下来的人吗？ Aaron 就更厉害了，他是 ANTM 史上第一个连续3周惨遭包围却生存下来的。每次当我以为他要被淘汰时，他却又过关了。 Aaron 实力相较前几强较弱一点，但有时又能拍出令人惊艳的照片，尤其是第11集，这张照片高贵又性感，每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像在发光一样。虽然最后第11集中有展现出女神的姿态，但还是没能说服评审们她具有超模的潜能，因而遭到淘汰。与 Jennifer 同样排名第3，赛后发展的相当成功，和冠军选手签约的公司一样，参与的杂志拍摄多到数不完，还拍摄了很多广告。IG 上也时常分享自己的生活，可以常常看到她的放闪照。总结一下第13季，这一季颜值之高，就连大家比较不喜欢的反派角色，你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外貌也有中等以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人多的关系，这一季的 drama 比较是在玩心机战，除了有几幕是比较大声的针锋相对外，其余多是在背后勾心斗角。身在这一季，你也不得不怀疑身边的人会不会在你背后说你什么。整体而言蛮好看的，非常推荐大家去追这一季。最后补充一下本节目的第2个内幕，我想大家很喜欢这个节目，是因为看到素人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下冠军一跃翻身的样子很激励人心。而这季 Nicole 一路实力斩杀其他人到最后成为冠军，其实背后故事也是挺辛苦的。Nicole 的妹妹说，参与本节目生活24小时都会被拍摄，毫无隐私可言，而且你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小心被节目恶意编辑。有些人其实没那么坏，但却被节目断章取义编辑，塑造成许多人讨厌的形象而被网友攻击。也有参赛者透露，当时 Tyra 不让我们吃东西，连续拍摄20个小时，节目组说摄影机没有开的时候我们不能聊天，怕会漏掉任何精彩画面。其他参赛者也说，当兵比起来轻松多了，这根本是关在监狱。大家觉得呢？每天面对超过5台摄影机无死角拍摄，还是当兵2选1，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欢迎下面留言你的看法哟。